准备。恭迎陆董莅临平济男科医院，祝陆董早日康复。云鼎集团，祝陆总早日康复。哎，行了，这什么好事儿？你弄这么大阵仗，生怕别人不知道我来看男科。都走，赶紧。陆总再见。陆总再见。陆总，你等等，你别走。喂，爸。臭小子，我说你这次介绍这个医院靠谱，这个前列腺炎困扰我可好多年了。爸，你就放心吧，这平济医院可是高端私人医院，哎，我保证啊，你一定药到病除啊。希望真像你说的那。哦，对了，爸，这次你看病啊，顺便帮我考察一下这家医院，为了收购它呀，我可是准备了2、3千万呢。请38号患者陆云峰到诊室5就诊。陆云峰，这不是云鼎集团董事长名字吗？陆董事长也来医院看男科啦，八成重名吧？我看，这也不像是啊。哎，我先不跟你说了。好，拜拜。38号病患陆云峰，坐吧。苏兴馆苏院长，陆云峰，苏院长，你家住几号楼？你喝多了，我送你回家。陆云峰，我是业主，你是保安，你要保护我的保安。今天我哪有？我要在你这里。苏院长，这个不行。大叔，那天晚上多亏了你帮忙。你是保，我是保安，你是业主，我应该做的。你那里有问题？苏院长，我身体好着呢，就是晚上老起夜，然后上厕所有点应该就是普通的炎症。躺下吧。这儿啊。对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大叔，这只是正常的检查，你不用觉得不好意思。那轻点儿。好。
大叔，你怕疼啊？哦，对了，爸，这次你看病啊，顺便帮我考察一下这家医院。为了收购它呀，我可是准备了2、3千万。对了，爸。好了。那个星婉，你不是院长吗？怎么还亲自问诊了？哎，医院资金出了问题，有能力的医生都走了，我是过来顶班的。这么大的医院，总要有医生看病啊。资金出了问题？万路集团不是刚花了2、3千万收购你们吗？2、3千万？怎么可能啊？他们就只愿意出500万。500万？陆燕这小子到底在搞什么呀？大叔，你刚说什么？啊，没什么，我是说500万太少了。不提这些了。大叔，你这个病呢不是很严重，回头啊我就给你开些药，你吃了就好了。但是你一定要记住，吃完这些药一定要来找我复查。还要复查？当然啦。苏兴文，出来！万路和你们医院的合同今天该签了。陈副总，您不能进去。我滚！大叔，这是药方，你收好。谢谢。那我就……大叔，你没事吧？沉香，你想干什么呀？你干什么呢？这是医院，这儿写着禁止大声喧哗，你看不着啊？你一个保安，别给自己找麻烦啊！赶紧给我滚！敢耽误万路集团的正事儿，我弄死你！陆燕那小子的手下现在都这么狂啊！你这家伙敢管我们陆总叫小子，你别动我的病人！苏院长，我怎么舍得动你的病人呢？陈潇，你不是来找我签合同的吗？这合同咱俩还签不签了？签！我们陆总亲自交代了，今天这合同必须签下来。这里是500万，你数数啊。这是合同，没什么问题，就签字了。这钱我不用数，这合同我也可以签，但是我有一个要求。只要你签字，100个要求我都答应你。好，我的要求是，这栋楼里所有的患者，你一个也不能赶走。好说，好说。这是医院的账单，过目一下了。苏兴，你活腻了，敢耍我？光是这栋楼的病人账户亏空都超过800万，这种东西你都敢拿来让我签，故意耍我是吧？亏空超800万，这么多？我没耍你，这栋楼里住的都是得了绝症的老人和小孩，他们为了看病把家底都掏空了，能在医院待着，而不是死在路边，已经是他们最大的期望了。难道你要我把他们都赶出去吗？怪不得陆燕那小子只出3000万，原来是这样。来人！
晓，你要干什么呀？苏院长，我们万路集团收购你们医院是为了赚钱，不是为了做慈善。既然这些病人都交不起住院费，那就得给我滚出去！先把这套房所有欠费的病人都给我扔出去！陈晓，陈晓！陈晓，你不能这样，你这样太过分了！给我上！干什么？冷静点！出来！老子滚起来！干什么？不要！你们起来！哎呀，快点！别吐掉啊！快点，快点！站起来！老实点！老实点！站着！干什么？这是干什么？陈晓，你够了啊！你只要不把他们赶出去，我可以把收购价再降低。苏院长，你还是没明白呀？我明白什么呀？你长得这么漂亮，只要你肯付出，别说留住几个人万，就是再加几百万收入，都是小意思。小意思，几百万是小意思，那你贪污几百万也是小意思，那你贪污几百万也是小意思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叫陈笑，我知道你，万路集团的副总裁。你刚才说收购星晚的医院出500万，那我怎么听说万路集团出的是2000万？一个保安也想多管闲事儿？陆燕那小子的破事儿我不想管，但是你把这些病人都扔出去，我看不顺眼。看不顺眼是吧？把账单拿来，众证据，光这一层欠债超300万。今天你要是不把这个钱给补上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陈晓，这件事情和大叔没有关系。星晚，你真想要这些病人留下来？大叔，他们真的很可怜。明白了，他们欠的钱，我替他们还。陆董，你的病看好了少跟我提病！你现在立马拿300万来医院。？300万？陆董，你这是又得了什么病？怎么需要这么多钱啊？你少跟我废话，照做就行。是。行了，别担心，钱马上就到。钱马上就到。大叔，怎么了？还怎么了？你以为装模作样打个电话，真有300万啊？你不信？你的心意我领了，但这300万它不是小数目，你不用为了我。300万对于这些病人来说，确实不是小数，但我给得起。再说了，我又不是冲着你。你说的对，这些病人确实可怜。谢谢你。我去！你干什么？
等你钱真来了再谢吧。我的耐心用完了。你们把这帮人赶出去，今天他们不滚也得滚！你敢！动手啊！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陈笑，你就不怕陆燕知？陆总已经把收购医院的事全权交给我了。这些家伙欠费补不上，我把他们丢出去等死，怎么样？陈笑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简单，只要这家伙把钱给补上，钱来，我立刻滚蛋。陆先生，您要的300万到了。大叔，你也太有钱了吧！哎，也没多少。300万，只多不少，把人放了，你滚蛋。大兄弟，这300万救了我们所有人，你是我们的大恩人呐！谢谢大爷。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你的恩情，我们做牛做马也还不清啊！还不清啊！大叔，要不是你的这300万，这些贫困病人都会被万路集团赶出去的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好一个感人的场面呐！你这家伙喜欢花钱是吧？陈笑，背着你们陆总把这些病人都赶出去，是大叔用自己的钱帮这些贫困病人把钱补上。你到底还想干什么呀？这点钱不够，这个保安既然这么有善心，今天就把整个医院的欠费都补上了。出尔反尔。什么叫出尔反尔啊？主动权在我手上，当然是我说了算啊。整个医院的贫困重症患者加起来也上百个了，欠费800万以上啊！只要你有本事再给我500万，我立刻滚蛋。陈笑，你这是强人所难。看来今天这个事儿是不能善了了。今晚你带病人先回病房，这边我来处理。可是大叔，放心，都不会有事。都回去吧，都回去吧。你这家伙还装啊？装？喂，儿子，马上来医院。儿子，这家伙没钱开始喊救兵了。你儿子不会跟你一样也是个保安吧？喂，爸，怎么了？你手底下是有一个叫陈笑的吗？是有这么个人，公司新来的副总，我看他能力还行，就让他负责这次医院收购的事情。花500万收购医院是你的意思？500万，我给他2000万啊！那让苏院长去酒店陪他，要赶走医院重病患者的也是你。没有啊，爸，我特意叮嘱他一定要善待苏院长，不要惊动病人，是不是陈潇自作主张？你自己过来看看就知道。我到医院门口了，马上到指示。你这家伙装的还挺像，你不会告诉我刚才电话是打给我们陆总的吧？是你的陆总，也是我不成器的儿子。
你还真是不知死活呀！装也就算了，还敢说是我们陆总的父亲？怎么着？要动手？一个保安也敢冒犯我们陆总，我必须亲自帮他惩治你！你不许动大树！陈笑，你找死啊！陈笑，你找死啊！陆总，爸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陆总，陆总，这是陈笑，我让你来收购医院，你敢对我爸动手啊！陆总，我从现在起你被开除了，把他给我带走。陆总，别走！你们也滚啊！爸，你没事吧？都怪我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你看看你手底下，这都是些什么东西？以后用人啊，加点小心，多跟你爹我学学。董事长，刚才忘记跟您汇报，您儿子的万路集团刚刚和您的云顶集团搭上线，最近会有商务洽谈。哦，知道。爸，你说我跟您学什么呀？学怎么管您手底下的保安啊？行了行了，赶紧滚！正好我要跟云顶谈个合作，我先走了。大叔，你找的这个演员演的真像，我差点就以为他就是陆总了。我演啥呀？这小子就是陆叶。啊？今晚我认识云顶集团的副总，打算介绍给你做男朋友。我把时间和地址发你，记得准时到啊。表姐，我有男朋友了。哎，行了，我先挂了。行啊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哎，等等，还有什么事儿吗？大叔，我想请你再帮我一个忙。什么忙？做我的男朋友。啊！表姐，你今天晚上给新婉姐介绍的是云顶集团的副总吗？没错，霍总他年轻有为，博得云顶陆董事长的重视，一般人想要见他还接触不到呢。新婉，你可要好好珍惜啊！表姐，其实我有男朋友了，他一会儿就到。什么？新婉姐，你什么时候交的男朋友？他是做什么工作的？他是保安。保安？苏新婉，你是不是脑子坏掉了？你一个医院的院长，居然找个保安当男朋友？新婉姐，你年轻漂亮又事业有成，你找什么样的都能找到，为什么要找一个保安啊？他一个月工资2、3千，连护肤品都给你买不起。我不在乎他有钱没钱，他对我好就行。他说的对，两个人在一起，最重要的还是人品。这位就是苏小姐吧？你好，云顶集团霍渊。你好，我是苏新婉。哎，霍总，你快坐。哎，新婉姐，你不是说你男朋友一会儿也来吗？我们霍总都到了，他人呢？新婉，不好意思啊，来晚了。新婉，不好意思，来晚了。我
说你是不是眼睛有问题啊？没看到这已经有人了吗？介绍一下，这位呢就是我的男朋友陆云峰。什么？星婉，你眼睛什么时候瞎的？怎么少了个这么个玩意儿？是啊，星婉姐，先不说这个老头穷的穿着一身保安服来参加约会，就他这个年纪，你图的什么呀？你说什么呢？我喜欢的就是大叔的沉稳踏实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确实踏实。苏星婉，他这个年纪都能当你爸了吧？年纪确实有点大了，不过应该比你爸年轻。哎呀，好了，以什么身份，还不至于跟这种人计较吧？星婉，星婉啊，我可是带着诚意来的啊！初次见面没准备什么，这枚10克拉的钻戒当见面礼了。哇，这么大的钻戒！天哪，星婉，你还不赶紧接下？哎呀，星婉，你犹豫什么呢？霍总这么浪漫，还拿无人机给你送钻戒，可比某些舔着脸、空着手来参加约会的人强100倍。你说的这个空着手舔着脸的人，该不会是我吧？知道说的是你，还不赶紧滚啊！也不看看人家霍总是什么档次，你又是什么档次？也配跟我们坐一桌？就凭你还跟霍总争星婉呢，一点眼力劲儿和自知之明都没有，白活了这么大岁数了。你们怎么这样啊？怎么能这么说大叔呢？不至于吧？仅仅一枚10克拉的钻戒，就让你们激动成这样？什么叫仅仅啊？你自己空着手来，你还有脸说别人啊？谁说我空着手来的？只要星婉喜欢，整片天空的星星我都摘下来送给她。大叔，我认识你的时候你不是这样的，我根本就不在乎你有没有送我礼物，但你怎么能说这样的大话呢？星婉，我没说大话，你抬头看，今晚所有星星将为你一人闪耀。星婉，他在耍你！你个骗子，赶紧给我滚吧！你干什么？星婉，你已经不是18、19岁的小姑娘了，满片星星摘下来给你，这种鬼话你也信？谁说我摘不下来？你还说！表姐，你怎么打人啊？我打他应该，我打他活该！够了，老家伙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现在滚，我可以当今晚就看了个笑话；你要是再不滚，我立即找人把你扔河里去，信不信？让我滚，你还不配。行了，大叔，我真的不在乎那些身外之物，你真的没有必要为了面子说这样的话。星婉，我没说大话，我答应你的事一定会做的。你个臭保安，今天要是不把你打得满脸桃花开，你都不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。闪开！来你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。哎，我是陆云峰，我现在命令你把天上的星星都给我摘下来。星婉，我说过，今晚整片星空都将为你闪耀。你看，这片星空所有的星星都是我为你准备的礼物。开始吧。天上的星星真掉下来了。哇塞，这是粉钻，这是黄钻。这是顶级蓝钻，这边全部都是钻戒，每一颗星星都是一个钻戒。哎呀，大叔，这些都是你准备的吗？喜欢吗？喜欢，没想到大叔你还这么浪漫。
这东西就是玻璃，你喜欢它才值钱。他说30亿的蓝钻是玻璃，什么30亿？我看就是地摊货。哎，你一个保安拿地摊货就想骗走星婉啊？地不地摊货的，星婉喜欢就行。你这种专门骗小姑娘的东西，能俘获星婉的心吗？浪漫当饭吃？就是什么粉钻，什么顶级蓝钻，什么满天星辰，在真正的实力面前一文不值。啊，霍总，你不是还有第2件礼物要送给星婉吗？快拿给让我们看看吧。拿是拿不过来了，不过可以开过来。你说的不会是私人飞机吧？这是天文1号游艇，是江省之星顶级豪华游艇。不知能否有幸邀请星婉小姐一起夜游湘江呢？苏星婉，我就不信这还拿不下你。这得值多少钱啊？星婉，你快答应啊！我们也想上去坐一坐。也不多，300亿。300亿！霍总，这可是天问1号啊！你简直太有诚意了。星婉，赶快同意啊！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上游艇看看了。天问1号怎么这么熟悉？哎呀，表姐严重了，不如我们现在就去看看。快点！哎，等等，你这个老男人要干什么？霍渊，这游艇是你的吗？不是我的，还是你的？他的，他也呸！保安大叔，要不是你死皮赖脸的跟着星婉一起来，你哪有机会见到这样的游艇？你还敢质疑霍总？就是，赶紧滚！我们呀还要带着星婉上霍总的游艇看看呢。那恐怕你们是上不去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今晚这游艇在维修啊。维修？哎，我听你这意思，你对这游艇很了解啊？一般吧。一般？你这家伙知道这游艇什么动力、什么结构、什么材质吗？你连游艇都没摸过吧 ？Forners 海上劳斯莱斯搭载3台喷水推进器，最大功率22660马。艇身采用最贵的树脂材质，内部分为2层，可供30人加2名船长，最大时速70.1斤。大叔，你怎么这么了解啊？因为这游艇真是我的，一个朋友送的，我没用就挂在公司名下闲置了。你的？我还真给你脸了。哎，你怎么证明游艇是你的？我懒得跟你一般见识。我跟你说话呢。哎呀，霍总，算了，这种人啊，我最知道了。想要追女生呢，又没有实力，就只会靠嘴上逞能。你赶紧带我们上游艇看看吧。就是，老男人赶紧滚吧！大叔，你这次真的冒昧了。其实你不用跟后援比的，我喜欢你。真的不是看中你有没有钱。星婉，我真没看出来啊！你这么爱扶贫，真不知道你跟老男人在一起图什么？可能是图我有钱吧。Peter， 我就在你对面，跟我女朋友打个招呼。真响了。大叔，这游艇真是你的？星婉，今天游艇在维修，如果你喜欢，改天我带你坐它出海。好。Peter， 开走吧。霍总，怎么回事？这游轮怎么真的走了？我打电话让他们开回来。喂，申总，你怎么打电话过来了？夫人，你怎么回事？我不是说了，今天万路集团要跟我们云鼎集团对接吗？你人呢？对不起啊，申总，我有点事耽搁了，我马上回去。霍总，有事儿？啊，
对不起啊，表姐，我公司忽然有点事儿，改天我硬带你们上庭，带你们出海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霍总，你有事先忙，不用管我们的。哎，要不你们跟我一起去？说不定我董事长到场，我还能把他介绍给你们。可以吗？太好了！大姐，我们一会儿见的都是大人物，要不先补个妆？必须补。我老公啊，可不喜欢我素颜。表姐，晚上不安全，我和你们一起去吧。好。陆燕这小子要跟我公司对接，不行，我也得去看看。秦婉，走，我带你去兜风。好呀，我喜欢坐在小电驴后面，夜风吹拂，一览夜景。我那辆小电驴没电了，不过你放心，我还有一辆得过冠军的车。冠军车？没想到大叔，你还会开赛车啊？年轻的时候玩过。大叔，你要开这辆车，带我去兜风？这也就是几千万的跑车嘛。哦，而已。保安，你听着，我这辆跑车可是么全球限量。哦，小孩子的玩具而已。顶级跑车这么不堪，你还真的是无装啊！是啊，你这种人，应该也是今天第一次见吧？以前开过，小孩子的玩具没什么意思。行了，别跟他废话了，走上车，带你俩兜风。今晚啊，这男人的嘴啊，你不能光听他说了什么，你要看他是怎么做的。难道你还指望他开着他的老头乐带你兜风啊？我那不是老头乐，那是我之前的赛车。赛车哪儿呢？对不起啊，老头，刚才是我失言了。你这辆车还不如老头乐呢。是啊，我也考过科一，这报废车可不能上路哦。还敢贴一个败者留下车标，老头，拿你破车当赛车发动机呢？小子，你还别不信，一会儿第3个路口，我取你车标。大叔，你别这么说，霍渊这辆车已经是入门级跑车了，怎么可能比得过？今晚我这辆车可一直给你留着位置呢。是啊，今晚你还不快上个车？不了，我坐大叔的车。不坐清高，有豪车不坐，是坐那块报废的垃圾。老头，等着吃我尾气吧。坐好，抓牢。我们出发。霍总，你好快呀！我好喜欢啊！这种顶级跑车的感觉，好快，好刺激啊！我这辆车全身造价1000万，全球没有几辆车能超过我。刚什么东西飞过去了？怎么感觉，好像是陆云峰那辆破车。不可能，他那辆破车启动都费劲，上午就散架，怎么可能是他？
车是陆云峰那辆。陆云峰不是跑我前面去了？真的是他们！等了你3个红绿灯了，才来，真慢。陆云峰干什么？都说了，3个路口取你车标。哎呦我，陆云峰！陆总，自从您退隐之后，是从来不参加任何商务应酬的。听说我儿子陆燕，在我没有提前知会的前提下，拿到了咱们集团的投资。是，小陆总的项目现在由副董沈丽全权负责。这个是合同副本，您请过目。行了，你忙呢。是，有什么您吩咐。这哪是融资合同，这不卖身契？屁股当了脑袋的家，被骗了还不知道。大叔，我补个妆的功夫，你怎么生那么大的气啊？你们刚刚都聊了什么啊？没什么，走，找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去。爸，爸，大叔，你真的是陆总的父亲？是爸，你跑这儿来干什么？你这个不争气的臭小子，我不来，你被人骗了，还在那傻呵呵的数钱呢。小爸，这儿这么多人呢，你给我点面子行不行？你还要上面子？我陆云峰的儿子做生意被人耍得团团转，我的面子往哪儿放啊？你实话告诉我，这合同是不是沈丽骗你签的？不是爸，我有什么值得人云鼎集团副总骗的？再说了，这跟云鼎集团合作，多少企业排着队都等来了机会，您别给我添乱了，行吗？啊，陆总，时间差不多了，签约仪式开始吧。我先不跟您说了啊。我过来看。沈总，这合同不对吧？怎么不对了？明明是融资合同，可这分明是要把我的公司给贱卖了。陆总，商业的本质本就是大鱼吃小鱼嘛。你这么单纯，怎么做生意？你们这太过分了，这合同我签不了。行，算你小子还有点骨气。爸，你少说两句。陆总确定不签？抱歉啊，我万路集团跟云鼎集团相比，的确是小公司，可它是我的心血，合作可以，让我出卖自己的根基，不可能。那就别怪我让你万路集团撑不过一周了。从现在开始，阻击万路。沈丽，云鼎集团所有的收购和狙击都要通过董事局投票，你一个副总有这个权利。再说了，云鼎雇你来和万路谈合作，不是让你败坏云鼎。我最讨厌你们这种人了，明明没什么水平，却喜欢好为人师，指点江山。滚！我再给你一次
挽救自己职业生涯的机会。合同重新拟定，我可以不追究。追究我的责任？陆岩，你现在签了这份合同，再替你爸向我道了歉，我可以安排你一个云顶保安的职位，这也算是子承父业吧。否则什么？否则我直接吞并万路集团，让你儿子连个狗都不如。爸，这事你别管了，我来解决。你来解决？小小子，你解决得了吗？陈丽，仗着云顶集团的名头欺负我儿子，我看你这分部副总是不想干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辞退。保安大叔，好大的口气啊！老公，你们认识这个保安？沈总，您不知道，这家伙之前还跟我抢过新碗，现在居然在这儿脏您的眼。您放心，我现在就弄死他。你要弄我爸？你爸？这保安是你爸？难怪这家伙敢这么嚣张，原来万路集团的董事长是他的儿子啊！他之前拿的钻石都是真的，是陆总买的。爸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没怎么回事，我跟星婉在一起了，他们看不顺眼。你是说苏院长跟你在一起了？大叔人很好，我想陆总，您不会反对吧？啊，不会，我爸单身这么久了，好不容易谈一次恋爱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，怎么会不同意啊？哎，聊够了吧？聊够了就赶紧签合同，我没时间陪你在这浪费。你让我儿子签这种合同，是想让他把万路集团白白送给你？你要非这么理解也不是不行，毕竟你们没有别的选择，只能乖乖听话。万路集团那可是千亿公司，老公，你要是吞并了它，那身价岂不是暴涨1倍？太好了，姐夫，让他们全家都变成穷光蛋。我儿子是不可能签这种东西，你也休想吞并万路集团。你敢撕毁我云顶集团的合同？你也知道我撕的是合同，我还以为我撕的是卖身契。保安大叔，不管这份是卖身契还是合同，你既然撕毁了它，我老公就绝对不会准备第二份，你就等着后悔吧。后悔？那咱们就看看，到底是谁后悔。陆总，你好歹也是万路集团的董事长，这家伙在这儿这么闹，你不管他？我的态度跟我爸一样，大不了我们万路集团跟你们云顶集团鱼死网破。鱼死网破？陆岩，你是不是没搞清楚我云顶集团的实力啊？区区一个100亿集团，还想跟我云顶集团鱼死网破？哪来的自信？陆子，你也算是年少有为了，怎么这么不识抬举？还不赶紧求姐夫饶了你！想让我给沈丽道歉，做梦！果然，什么样的爹教出什么样的儿子。这个保安的种啊，真是歪瓜裂枣。歪瓜裂枣。你敢打我？没人教你怎么尊重长辈是吧？哎，你什么你？我要你死！你敢当着我的面打我表妹？老公，绝不能放过她！给我弄死他！
表姐，这件事情本来就是表妹的错，是她先辱骂大叔的，大叔就算教训她，也是理所应当。苏心婉，我已经忍让你很久了，你处处维护这个保安，完全没有把我们姐妹的情谊放在眼里。今天我就和你断了姐妹关系。表姐，我劝你赶紧甩了这个保安，走得越远越好，不然他迟早害死你。心婉，大姐说的对，这个家伙得罪了云鼎集团2尊大神，他今天不可能活着走出这里。你赶紧让开！大叔是我的未婚夫，我绝对不允许你们任何人动他。苏心婉，你既然这么不识抬举，那就别怪我们连你一起收拾了。心婉，你别担心，他们不敢拿我怎么样。大叔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怎么还这么淡定啊？你赶紧带陆总走。爸，今天来了匆忙，我没带多少人，我们先走。云岭的事情，我再想办法。你能想什么办法？爸能亲眼看着你辛苦打拼的公司，白白送给这种人？王秘书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对接的合同你看过没有啊？陆董，这项目一直由沈丽负责，那我问你啊，合同里写的1%的分成是你受益的？什么1%？我明明给的是20%，这个沈丽，你就说怎么办吧。陆董，你放心，我马上就到。这是一陆董的大秘，王秘书。陆董，难道他是？是什么？这家伙一个破电话，难道是吓到你们了？没错，你一个保安怎么可能会有王秘书的电话？刚才肯定是我听错了，在云鼎集团能够直接命令王秘书的只有陆董。王秘书，陆总就在顶楼商务厅。敢当着我的面冒充陆董，你给我去死！儿子，陆总，你敢动我儿子？报案大叔，我是想动你的呀！谁知道这陆爷他这么孝顺，竟然不顾危险为你挡下了，你的命可真大呀！儿子，别叫了，这陆岩肯定是死。能死在沈董的手里是他的荣幸。保安大叔，这就是跟沈董作对的下场。我儿子今天有个3长2短，我要你们所有人陪葬！哟，就你一个保安，你敢威胁我们？是不是威胁？你等会儿就知道了。你要是真有本事，还能看着你儿子死在沈董手里啊？这就叫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啊！这非得见了点血才知道错了。你们简直不是人！骂得好啊，苏醒，你不喜欢这保安吗？一会儿你俩一块儿去死！今天在场所有人，一个都别想走，一个都别想走！我儿子是怎么被打成这样的？我要你们全部复活的！你说说，你一个保安哪来的勇气一而再再而三的跟我叫嚣？你能不能活着从这走出去，还得看我的心情啊！你们放开大叔！你们放开大叔！把他挨住！放开大叔！你这家伙接着叫！别着急，我马上送你去见你儿子。啊！
手！陆总，什么？他是董事长？我要他死！是，陆总。董事长，我知道错了，你饶了我吧！我真不知道您是董事长呀！给我带走！带走！董事长，董事长！陆总，我不想死，陆总，陆总，饶了我，陆总！陆总，你醒醒啊，陆总！董事长，都怪我来晚了。儿子，你说你要出事了，爸可怎么活呀？儿子，你醒了？爸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太好了，少爷醒了。少爷，我怎么突然变成少爷了？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。你现在只需要知道你爸我是云鼎集团董事长就行了。什么？你……儿子，儿子，陆总，看来少爷是一时之间接受不了真相，又晕了。看来还是得慢慢来。送少爷回去好好休息。是，陆总。大叔，我们两个是不是应该聊聊婚事？什么婚事？你不想娶我？娶的就是你。云芳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到你家了。大姐。I'm high and dry where no one can see. If there's no one to blame, blame it on me. 云峰，我说你这些年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啊？让我在这等你一晚上也就算了，还安排我住在这么破的地方。这也不破呀，我平时就住这儿。行了，我听说你最近谈了个女朋友，昨天晚上去约会了吧？说大姐，你能不能别这么八卦？反正到时候我结婚少不了你们请柬就是。有照片吗？让我看看。雷锋，你这保安都干多少年了？那实在不行的话，到我那工地上，我一天给你300。姐夫，怎么样？到我那工地上搬水泥，一个月好歹也有9000块钱，不比你这当保安强多了。我当保安主要是因为兴趣，钱多钱少不重要。兴趣？我还第一次听说有人拿当保安当兴趣的。云峰，你也别不好意思，你姐夫啊，他就是性子直，但可都是为了你好啊。大姐，我是真不缺钱，倒是你们有需要的话，随时跟我开口。我们缺钱？哎呦，陆云峰啊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知道，我说你们缺钱的话，随时找我，多少无所谓。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？好歹我也是个项目经理呀，让我向一个保安借钱，那传出去，人家怎么看我？姐夫，你这么说话可就过分了。不是你姐夫说你，他好心的给你介绍工作，你不领情也就算了，他说话这么难听，你这样说，别人谁能受得了？我说话呢，大姐，是我说话难听，还是我姐夫说话难听？你姐夫他都是为了你好，你怎么就是不懂啊？为我好就能对我颐指气使，
我说句你们找我借钱就不行？陆云峰，你凭什么借钱给我们啊？你有多少钢镚儿啊？丢不丢人呐？我有多少钱是我的事儿，跟你没关系。你们不想借，我还不想给。哎，今天我跟你姐还真需要钱。你把你的钢镚儿都拿出来，我看看到底有多少。把我的钱都拿出来，这儿可装不下。这一个屋子都放不下。陆云峰啊，你这脑袋是不是被驴踢了？陆云峰，大姐跟你说啊，这做人啊，最重要的就是要脚踏实地。你瞅瞅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跟那村头的混混有什么区别吗？村头的老混混，他可没有3万亿美金。多少？多少？3万亿美金。陆云峰啊，你这脑袋是不是被驴踢了？真被驴踢了！3万亿美金，你怎么不说这天地银行都是你的呀？上坟烧报纸，糊弄鬼呢！你们不相信也正常，毕竟这个数字对你们来说太大。我看你这脑袋太大了，陆云峰，我是不是对你太客气了？你跟我动手吗？不是。我对你动手，我那都是客气的。我要是不一下把你打醒了，待一会儿你都把我整神经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姐夫打你也是为了你好啊！你要是精神出了问题，那可是咱们家的累赘啊！你姐夫啊，只是想让你清醒一点。大姐，你放心，我就算真的精神有问题，我也不用劳烦你们2位。哎，你看见没有？我这一巴掌有效吧？这一下就给打醒了。行了，我也不想跟你们多说什么，你们走。这咋还赶我们走啊？陆云峰，我跟你姐今儿个还真就不走了。我告诉你，你今天必须给我回村里去，我那工地就缺搬水泥的，就缺你这一个搬运工。你缺工人找你儿子去，你找我干嘛？笑话，那是标准大学生啊，怎么能上工地呢？对不对？你姐夫说的没错啊，这小伙啊，可是咱们村里唯一一个有学问的人，他将来啊，可是要进云鼎集团的人，怎么能干那脏活累活呀？那这脏活累活就得我来干。你干保安有出息吗？我告诉你，就算你交了女朋友，将来啊，也是会跟别人跑的。就是嘛。你到我那儿去，每个月好歹9000块钱，养个媳妇儿，没问题。那这么说，我还得谢谢你。哎呀，谢倒不至于，你过会儿给我买2瓶好烟不就完了吗？那是不是还得拎2瓶好酒啊？哎，你要真有这份真心，那最好了。不过这活呢，你得麻利点啊，每天至少给我搬100吨水泥，100吨。1天100吨水泥，姐夫，你真是拿我当村里的老牛使呢。这活我干不了，我呀也不缺你那几枪。陆云峰，你别给脸不要脸啊！陆云峰，我告诉你，这活你不干也得干，否则怎样？否则你就别回村里了。要不然村里人都说哦，陆云峰几十岁的人了，一天不求上进，混吃等死。我以为你会拿什么威胁我，原来就是说这个，我还真不怕。你以为村里的人会听你的片面之言？你姐夫那是威胁你，你姐夫那是为了你好呀，你别不知好歹。大姐，我就实话说，我还真不怕这些。这村啊，我早就不回了。你不回村了，那你那个宅子我们就来住了，还有你的田。那宅子和田本来就是我们的，他回不回去一样。你们呢，还真是想方设法的研究我们家那点，不就是几万块？给你们了，几万块？啊，合着你很看不起这几万块钱是吧？走啊，你真有3万亿？
其实不止3万亿，还不止3万亿？你真以为那3万亿是废纸啊？哦，还是说，你这几年混出点什么名堂了？也没混出什么名堂，就是开了间公司。开公司？开什么公司？保安公司？保安公司啊！哎呀，你也太看得起他了吧？就他这样，他开保安公司，他还能自己当保安吗？哎，陆云峰啊，你说你在别人面前你装装也就算了，你说你在自己面前你装什么呀？就是啊，你真的以为离开村了几年，你就能咸鱼翻身？他要是能咸鱼翻身，那咱们早就是世界首富了。姐夫，你还真说对，我还真就成了全球首富。陆云峰，你是说全球排名第1的云顶集团是你的？不可能，这云顶集团的董事长虽然也姓陆，但绝对不会是陆云峰，他呀，也就是个保安。我做保安只是我的爱好，不证明我不能是云顶集团董事长。陆云峰，你还真以为你是云顶集团的董事长了？行，就当你是云顶集团的董事长。那我问你，这么多年了，你为什么不回村？大姐，你是没听过一句话叫“穷不走亲，富不返乡”？哟，这才几年啊，这都学会转词儿了。好，我当你是云顶集团的董事长。来，先给我2个亿花花。我当时给你们，你们不要，现在没了。还没了，陆云峰，你真以为我们会向你借钱啊？陆云峰，我今天就在这告诉你，我们就是穷死了，也不会向你这个保安借1分钱。你们好有志气呀！既然这么有志气，那之前欠我的工程款是不是该还了？龙哥，龙哥怎么跟到这儿来了？你们以为跑到这个保安的出租屋我就找不到了啊？50万的工程款赶少1分，就剁了你们的手！龙哥，我工程款我到位了，我一定会还您的。3个月前也这么说的。哎，怎么？等我死了到位，再麻烦你烧给我。你给我点时间，我到位了，我肯定能拿得到。是啊，龙哥，我们已经在催了，工钱，工地这个月就会给我们结钱的。还他妈过夜时间啊！今天你们要是拿不出这50万工程款，他妈剁了你们的手！这可怎么办啊？我还指望着这双手干活呢，这要是没了，那不就废了吗？我这手也干不了活了，小虎才刚刚毕业，这怎么活呀？那他妈不关老子的事儿，赶紧打电话存钱啊！快打电话！该借的都借完了，哪有钱？哎呀，你快打电话呀，不然我们2个手都没了。陆云峰，要干什么？50万是吧？我替他们给了。你帮他们？陆云峰，我现在没心思跟你胡闹啊！都什么时候了，快走啊！别管我们。这不干你的事，你快走。你们要是没有这2句话，我还真不想帮你们。但既然你们这么说了，这50万我帮你们拿了。陆云峰，我们家的事不用你管，你赶紧走啊！一会儿龙哥把你的手也剁了，这该怎么办呀？放心，他剁不了。你个臭保安，口气还挺大，真能拿出这钱？10万，零花钱而已，当然拿得出来。好，我这人呀，虽然是放水，但做人就讲个诚信嘛啊！只要你能拿出这50万来，我就放了他们2个啊！我给你个账号，打50万过来。是，陆董。
真能拿出这钱？云峰啊，你别到最后你是拖延时间的，龙哥他会杀了我们的。是啊，陆云峰，你一个做保安的，有没有50万我还不知道。你们就放心吧。打到海丰公司账号。海丰公司？那是我们陆总怎么会给？这你就别管了啊！赶紧把钱打过来。陆总，我还真是小瞧你了。你一个保安，难道还有其他身份？这个你就别管了，你只管收钱就行。你最好能拿出钱来，看你一个保安，还不是顺带的事。钱我会给你，但这个海丰公司不能。你个臭保安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很简单，我要你的公司破产倒闭。你以为自己是谁呀？啊？知道我们海丰公司是干什么的吗？啊？知道啊，不是放水的吗？你以为我们放水就只放水？啊，那你们还干别的？说出来，我怕吓死你呀！我这个人啊，打小就没被吓过。要不你说说看，看能不能吓死我？我们连上市公司的董事长都抓了啊！你以为你开个破公司就敢跟海丰公司叫嚣？陆云峰，你可不能招惹龙哥呀，否则我们全家都得玩完啊！哎呀，这本来就只是钱的事儿，现在一得罪了海丰公司的话，咱们就全玩完了。这龙哥随时都可以要咱们的命啊！你们就放心吧，我还以为你要说什么，就这点事儿。嘿，你个保安，你是不是没听懂啊？还是说你的公司比上市公司还厉害？我的公司不算很厉害，但也算是全球排行的企业。全球排行的公司，你怎么不说你的公司是云鼎集团呢？啊，你看有点脑子。你一个保安敢冒充云鼎集团的人？我说了，我不是云鼎集团的人，我是云鼎集团董事长。我是不是对你太客气了啊？三番两次的侮辱海丰公司，真当老子不敢割了你的舌头？跑证了，真有50万？这怎么可能啊！云峰，你一个做保安的，你哪来的50万？我都说了，我是云鼎集团董事长，50万对我来说那不是零花钱，随便拿。你真的是云鼎集团董事长？难道我不能是吗？陆云峰，不，陆董，我这……哎，行了，你不会说话，我来说。云峰，刚才是我们不对啊，你别给我们一般见识啊。行了，你以为你拿了这50万，你就是云鼎公司的董事长了？50万确实证明不了我的身份啊。你倒是知道啊，虽然这钱你出了，但是你侮辱我们海丰公司，我还是不能放过你。着什么急呀？你听我把话说完。你还要说什么？求求我，放过你啊！饶了我。2分钟之内，我要海丰公司破产。明白，陆董。 2分钟之内，如果海丰公司破产了，能不能证明我的身份？我是不是对你太客气了啊？敢三番两次的对海丰公司不敬，这个我不敢割了你的舌头啊！你这个老子不敢割了你的舌头。2分钟，海丰公司如果不倒闭，我自己把舌头割了给你。完，你还想拖延时间？2分钟而已，你连这点时间都没有。我就是给你10分钟，又能怎样？你当海丰公司是什么啊？一个电话就能让海丰公司倒闭？陆云峰，
你可害死我们了！原来我们只是丢掉一只手，现在我们连命都没了。你闭嘴！云峰已经帮我们还债50万了，我们应该相信他是云鼎集团董事长啊！我想相信他呀，那你想啊，那云鼎集团董事长再落魄，他也不可能是个保安吧？有可能人家云鼎董事长是不是很低调的人呢？这也太低调了吧！怕什么呀？就算他要动手，也是冲我来的。况且他也没机会跟我动手。云峰啊，我可以相信你是集团的董事长，那前提你不能拿咱们的性命做赌注啊！我是你亲姐夫，我不能看着他眼睁睁的把你的舌头割了去啊！你要是没这两句掏心窝子的话呀，我还真觉得这50万拿亏了。放心吧，啊，放心，我怎么能放心呢？我闭嘴啊！不就2分钟的时间吗？老子给你，但我这话要说在前面。你说2分钟时间一到，如果海丰公司还在，我要这屋子里的所有人都为你的话陪葬。什么？我还不想死啊！没问题。哎呀，云峰啊，你是不是疯了呀？我们家小虎刚毕业，我还没看着他娶妻生子呢，我怎么能死呢？我要是死了，我们家的田债该怎么办？我可不能白白的给别人啊！你们放心，他动不了我们。不是，云峰，我们的小命可都在你手里攥着呢，你可一定有点把握啊！老公，你工地上不是还有一帮人吗？你快把他们喊过来，说不定他们还能顶上事儿呢。哎呀，我都欠了他们3个多月的工资了，把他们叫来，我不是死得更快啊！什么？什么？你不是从龙哥这里拿了50万吗？你怎么还欠他们3个月工资啊？钱都哪去了？这工地上的事你不知道，50万根本补不上这个窟窿啊！那还欠多少钱？欠你说话呀！100万！100多万！你个没用的东西！我们拿什么还这100多万呀？求这个臭保安呐！他不是刚刚帮你们还了50万吗？对，云峰啊，你再帮帮你姐夫吧，我求求你了。100万对我来说确实是没什么，但是既然他都已经付不起工程款了，为什么还要让我去工地帮工？这我不知道啊。不知道，这还用说？摆明了是想坑切切呗。这还用说？摆明了是想坑切切呗。没有，我没有坑他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姐不知道情有可原，你也不知道啊，云峰啊，我真的对不起你呀！我知道我错了，你别跟我一般见识啊！只要你能帮我这忙，帮我怼了这100万，我给你当牛做马都行啊！谁要你当牛做马啊？不，对，我都不配给你当牛做马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帮帮我好不好？等外人走了再说。这，你的手机是不是快来消息了？我的手机安静的很，2分钟的时间还剩10秒钟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你的电话呢？啊！我做了你！什么？海丰公司倒闭了，还签了失业？怎么可能？你是不是搞错了？喂！到底做了什么？我做了什么？你不是已经知道了？是不是诈骗公司？又一个说我开诈骗公司的，前2个已经付出代价，你也不会例外。你拿我当内需保安呢？哎，他们可不是保安，一个是云顶公司的分部副总，一个是云顶公司的分部副董，哪一个不是伸伸手指就能捏死你的？
你还真以为你是云鼎集团的董事长？海丰公司已经倒闭了，难道我不是？好，你给我等着，我现在就给我老板打电话。手机。怎么没人接呀？云峰，这海丰公司真的倒闭了？那还能有假？那看来你真的是云鼎集团的董事长。他们不相信我也就算了，你俩也不信。云峰啊，只要你能帮我把那100万给还了，你说你是谁借我的信？是啊，云峰，我们现在也只能相信你了。我不是刚给你们还了50万，怎么又要还100万？云峰，你看小伙还小，让他知道了他爸爸欠了这么多钱，他该怎么办呢？是不是？那就不关我的事儿了。你们总得给我一个帮你们的理由吧？你想要什么理由啊？要不咱们把老家的田宅都给云峰？不行。怎么不行啊？老家的田宅才值多少钱啊？能换这100万，咱们还赚了。赚什么呀？那老家的田宅那是咱们最后的退路啊！那都给了陆云峰的话，以后咱们还剩什么了？现在都快没了，还谈什么以后啊？我不管，反正我不同意把所有的田产都给陆云峰。哎呀，你呀！大姐，你也看见了，不是我不想帮忙，是我姐夫他舍不得家里的田宅呀。我不管你了。怎么个手机？龙哥，这是我手机。哎呀，回头再给你买一个。我老板现在呀，肯定在忙着，所以这件事暂时没法验证。那就是你的事儿了，赶紧走吧。大叔啊，咱们的事儿还没解决完呢啊！你还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听他们的意思，你还有100万。我可不只有100万。我管你有多少钱。你们不是想让我饶过你们吗？啊，行，再拿100万给我。龙哥，你说什么呢？云峰已经把欠你的钱还你了，我们已经不欠你的了。欠不欠不是你说了算。啊，你欠我这50万这么久，利息给我啊！我算算啊，你这50万到今天正好100万，哎，太巧了。说这怎么样？拿出来吧！我告诉你啊，少一分，老子就把你剁成五花肉包饺子。什么？100万？怎么嫌少？没关系啊，我不嫌少，100万够了。龙哥，你也太欺负人了吧！我上哪给你弄100万去？你没有没关系啊，这保安有就行。怎么样？这钱你替他们出？我替他们给当然可以，但你敢收吗？你是不是没搞清楚我的身份啊？这天底下有我不敢收的钱。云鼎集团的钱你也敢收？不是，你怎么还在这冒充云鼎集团的董事长呢？我本来就是云鼎集团的董事长，哪来的冒充啊？行，哎，我就当你是啊，100万赶紧拿出来。我的钱给出去可不能退。你是不是脑子生锈了呀？啊，我先前扎手，我还退给你。好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废话，赶紧拿钱！哎呀，给之前的账户打款100万，记住，备注来源。云峰，你还真打算给他100万啊？哎呀，云峰，咱们不欠他钱了，你那100万，你给我，我去还其他的债。你们就放心吧，等会儿他就会求着退给我。
云峰啊，他怎么可能求着你退钱呢？你这脑子，你是不是又发烧了？就是呀，你说这谁还嫌钱多呀？你要是把那100万给我，我也不会退给你啊。就是。云鼎集团的钱可不是这么好收。哎呀，云峰啊，你还真把自己当云鼎集团的董事长了。我们知道你这些年可能是攒了不少的钱，但是你也不能这样随意挥霍呀。就是这100万是普通人不吃不喝攒了大半辈子要赚的钱呐。听到了吗？他们可是最了解你的人。你要真是云鼎集团的董事长，他们能不知道？你急什么？等我的钱到账了，你自然就清楚了。这不吹傻子吗？啊，钱到了我花就是了，我还能退给你？你做梦去吧！龙哥，我还真到账了100万，你小子有点把刷子呀！龙哥，这不对呀！龙哥，这不对啊！哪不对了？这不刚好100万吗？就在我公司的账户上。龙哥，你看这个银行来源，你仔细看。这银行来源怎么这么熟悉啊？这银行是云鼎集团旗下的。什么？云鼎集团旗下的？我听说这云鼎集团的业务十分广泛，不仅局限于高端制造业，而且还有很多的银行产业。这个流动资金可高达几百万亿啊！这不可能！这怎么会是云鼎集团的银行？我给你打的钱当然是云鼎集团。这是你打的？你算算时间，看看金额，不是我打的还能是谁？这钱要真是云鼎集团打的，我怎么敢收？得罪了云鼎集团，那我不是完了？怎么不要了？你刚才不是说没有你不敢收的钱？龙哥，要不这钱还是退了吧？我他妈难道不想退吗？大哥，之前是我不懂事啊，这钱我不要，我一分不收。不要，这怎么行？这是我专门给你准备，你不要，我多没面子。是我有眼无珠，是我该死，陆总，我求你放我一马，不要给我一般见识。你以为这样我就会放过你？陆总，所有的钱我都给您原路返还啊！我只求您放过我。那点钱我看不上。那我再给你拿100万，不，我再给你拿300万。我说了，我看不上那点钱。那我再拿出一只手来。我求求你，只要能让我活命就行。我也看不上你这只手，我要的是让你去自首。自首？这些年你放水害了多少人，坑害了多少企业，你不去自首，天理难容啊！陆总，我要是去自首，那我这辈子都出不来了。这辈子出不来，那不是便宜你了吗？依我看，你就应该给他们赔命。赔命？不是，我可不能给他们赔命，我的命可比他们值钱。你命比我们命值钱啊？你是人，我们就不是人了？你个臭干工地的，跟我比？干工地怎么了？干工地也是赚钱，干工地我们赚的是辛苦钱，我们不偷不抢不分碗。哎，你这话说的对了。我没时间跟你浪费，赶紧做选择，是自首还是赔命？手不自首。总算结束了，差点连命都没了。云峰，还是你厉害啊！这3言2语的就把龙哥给吓跑了。哎呀，就是啊，云峰啊，你是怎么骗过龙哥他们的？你是怎么搞到云鼎旗下的转账的？我是云鼎集团董事长，不是跟你说过了？哎呀，行了，云峰，这里也没有其他人了，你就别装了。就是啊，云峰，这龙哥他都已经走远了，你就跟我们说实话，你到底是用了什么方法？看来我帮你们，纯粹是帮错了。不是，你帮我们什么了？就是就那50万是吧？回头我还你。不就50万啊？我后面那100万
嘴上。不是那100万，那你非要在那装啊？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元芳，不是大姐我说你啊，你看看你赚钱这么不容易，还随意的拿钱来装逼，你太傻了吧？我装啊？那你不是装是什么？谁随便拿100万送人呢？这100万给我还债多。我装，我就不应该帮你们。你还生气了？杜云峰，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呢？我跟你姐就是说你2句，这100万本来就不容易。我给他那100万，会原封不动的还回来。可我真是没想到你们是这个态度。不是，我们态度怎么了？我们这不也是为你好吗？你当保安，好不容易攒下这么多钱，我们也是怕你意气用事，跟钱过不去呀。我是不是意气用事跟你们没关系？你们呢，赶紧走，别站在这儿我看着心烦。你要赶我们走？让我们走可以，把那100万要回来，给我还债。我还得帮你还债？不是，我是你姐夫。你不帮我还债，你还要帮谁呀？就是啊，我跟你可是亲姐弟，你有钱了就忘了我是你姐。对，你是我姐，但你现在你看看，跟那放水的有什么区别？陆元芳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我们怎么你了？亲戚之间互相帮忙，那不是应该的吗？行了，我们也不跟你废话了。你今天把那100万给你姐夫，我们立马走人。那100万肯定会还我，但这钱我不可能借给你。陆元芳，我是不是给你脸了？我尊重你喊你一声大姐，你别逼我轰你们走。好，陆元芳，我还真是看错你了呀。陆云峰，当年你穷的吃不上饭的时候，是谁给你吃的？是谁供你上学？是我姐。你还知道是我啊？你看看你现在在干什么？你这不是忘恩负义吗？我忘恩负义？你们俩也不好好想想，你们是不是做的太过分了？陆云峰，我们怎么过分了？我跟你姐这么说也是为了你好嘛。就是啊，我们这不是看你赚钱不容易，你要是个大老板，我还能在乎那100万？我是不是大老板，跟你们俩没关系。你们呢，赶紧走。好，非赶我走是吧？今天你把那100万给你姐夫，我立马走人。云峰啊，你姐这脾气就这样，你赶紧把那100万要回来，我们晚上还能请你吃饭呢。我还得感谢你们俩请我吃饭。那谢倒不至于，毕竟我们管你借钱在先嘛。我是真没想到，你们2口子不要脸到这个程度。陆云峰，你敢骂我？大姐，这一巴掌算是把咱们姐俩最后的情分给扇没了。长姐如母，我可是你大姐，我扇你怎么了？我就是打你，你又敢说什么？我确实不敢说什么，那我们断绝关系吧。哼，你还要跟我断绝关系？对，断绝关系。你小时候差点饿死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跟我断绝关系啊？我为了供你上学，我给别人打3个月工，你怎么不跟我断绝关系啊？你现在长大了，翅膀硬了是吗？大姐，我管不住你了！陆云峰，你看你把你大姐气的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大姐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饶不了你我。姐，你也别装了，不就是100万，我给你。真的？但是你记住，这100万是我对你最后的容忍，从今往后别来找我。你说这话，好像我们非要扒着你似的。陆云峰，只要这100万到账，我带着你姐马上走，永远不来打扰你。给我姐夫的账户转这100万。你还有钱？陆云峰，你当保安到底赚了多少钱？这前后加一块250万了。现在当保安都这么赚钱吗？对啊，陆云峰，要不你给我也介绍介绍，我也当保安。
我还给你介绍介绍啊，我还得给你介绍工作。对呀，咱们不是亲戚吗？你给我介绍工作，那不是应该的吗？就是呀，这回头我让你姐夫收拾收拾，搬过来跟你一起住。我还甩不掉你。鲁云峰，你瞅瞅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？钱我已经给你们，工作我肯定是介绍不了。你们要是非难为我，行，这钱我立马收回。这你还要收回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！我还指望这100万还债呢。你怎么能收回呢？天，这是100万！钱真的到账了！哎呀，我们有救了，我们有救了！云峰，姐谢谢你啊！要不是你帮你姐夫，那就完了。谢就免了，你们呢，赶紧走。爸妈，你们真在这儿啊？小虎，你怎么来了？小虎啊，我不是让你在家休息吗？你怎么能到这种地方来呢？爸，还不是因为你没给我留钱，我都说了多少次了，人家小芳家要300万彩礼，你们就是不听。小虎，这爸妈的条件你也知道，这300万我们怎么能拿得出呀？哎呀，小虎啊，我给你介绍那个相亲对象，你考虑考虑，人家不但不要彩礼，还要给你30万呢。我跟小芳是青梅竹马，我不管，我就是喜欢她。小虎，你这不是要爸妈的命吗？宇云峰啊，这小虎的话你也听到了，你还有钱不？那我是不是应该把你们的丧葬费一起给了？陆云峰啊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你们的儿子结婚，找我要什么钱？这俗话说得好，你一个救挺3个老，你不帮小虎谁帮他呀？我们也不管你多要，就300万。交了彩礼费，其余的我们自己想办法。其他的钱你们自己想办法。你们还有钱吗？这你就不用管了。我跟你姐就算卖铁也再也不会找你了。这300万我不出。你不出？哎呀，陆云峰，你有钱帮一下你外甥怎么了？我不是他爸妈，我凭什么帮你？虽然你不是他爸妈，但你是他舅舅啊。我不管啊，今天这个忙你必须得帮。大舅，你可是我亲大舅，我结婚你拿钱，这天经地义。我还是头一回听说外甥结婚舅舅拿钱，你结婚我结婚。哎，大舅，你怎么说话呢？陆云峰，我还在这儿呢，你怎么对你外甥说话呢？我怎么说话了？我这个当舅舅的说2句不很正常吗？这我们的儿子只有我们能说，就算你是他舅，那也不行。那我这个舅舅说都说不得，你们还找我要钱？这是2回事，在我这儿的就是一回事儿。哎呀，行了，今天只要你能拿出300万的彩礼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我帮你们还了150万的债，还要再帮你们拿300万的彩礼，你们当我是提款机呀？150万的债，大舅，你这么有钱，这300万你必须出。虽然不能对你爸妈动手，我打你是应该的。陆云峰，你竟敢打我！打你！我陆云峰，好啊，今天你人也打了，这个彩礼钱你必须拿出来。陆云峰，我儿子你也教训了啊！今天你要不把钱拿出来，我饶不了你。你准备怎么饶不了我？你既然这么有钱，这家里肯定藏了很多现金，咱们不走，你们敢？有什么不敢的？难道你今天连我也一起打了不成？大姐，你要再在这儿胡搅蛮缠，我可就喊人了。你还敢叫人？哎，你们是现在走，还是我的人来了抬你们走？你还敢抬走我们？没错。陆云峰，你要是敢叫人抬走我们，我今天就报警。你搞清楚，这是我家，
没有我的允许赖在这儿，这叫私闯民宅。陆先生，我的人到了，你们走不走？你还真敢叫人啊！陆云峰，你的人要敢动手的话，我饶不了你啊！那我也把话放这儿，你们再不走，我就让他们把你们抬出去。哎，大舅，咱都是一家人，没必要闹这么僵。这样吧，你给我出299万，剩下的1万我自己想办法。哎呀，小虎，你哪来的1万块钱啊？你连工作都没有啊！妈，我找我同学借一借。总之这彩礼钱全让我大舅出，倒也不太合适啊。你也知道不太合适，还算是有点良心，但你这良心也不多呀。大舅，我给你减了1万，你怎么还骂人呢？陆云峰，我儿子都这么懂事了，你一个做长辈的，你别太过分了啊！赶紧把钱拿出来。对呀，你都能拿出150万，还在乎这299万吗？在不在乎是我的事儿，这钱我不可能给你。大舅，今天这钱你要是不给我，你就是我们家的罪人，我娶不上小芳都怪你。我们那个时候结婚，彩礼都是自己挣。你说你有手有脚的，怎么就不能好好找工作？我大学生毕业，他们让我从什么基层干起，我怎么可能去做？大学生怎么？人家博士生也在从基层做起。博士？大舅啊，大舅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见过博士生吗？我集团内的博士后实习生都有上万，哪一个不是从基层做起？哪一个不比你这个大学生吃苦耐劳啊？你的集团？大舅呀，大舅，你别怪我说话难听，你不就是个破保安？哪来的什么集团？刚才你舅舅还冒充是云鼎集团的董事长呢。云鼎集团的董事长，那可是制霸全球的金融霸主。大舅他是？你大舅怎么可能是陆董啊？他呀就是个冒充的。大舅呀，你说教起来我那是一套一套的，我还以为真是什么集团的董事长，原来就是个冒充的。我冒不冒充呢，跟你们一家子没关系。小伙，你要钱自己赚。大舅，钱我自己会赚，但是今天这钱你必须得出。哎，你们干什么？敢对陆先生动手，找死！妈，救我！陆云峰，快让你的人放手啊！小虎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陆云峰，你还真敢让你的人对小虎动手啊？他们只是想保护我。再说了，我一个当舅舅的，教训他不很正常吗？小虎是你的外甥没错，但他也是我儿子呀！我还在这儿呢，你有什么资格教训他？那大姐的意思是，小虎对我动手就可以？小虎他如果对你动手，自然由我说教。他这不是还没有碰到你吗？就是啊，我们家小虎那可是大学生，受过高等教育的，他怎么能随便打人呢？大舅，我可是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，怎么可能会打人？我刚才就是想吓唬吓唬，你还当真了呀？吓唬我？那我也是吓唬你呀。哎，行了，之前的事就不说了，就说这299万，你出不出吧？该说的我都说了，如果你们还是想要钱，那我就只能请你们出去了。大舅，我在网上可是有一定的名气，我把你说的话录出去发到网上，看你该怎么办。那只能让你发了，我还能怎么办？我还能掉块肉啊？大舅啊，你可能这个年龄段不太了解网络，我得提醒提醒你啊，这个网上的网民可都是一边倒的，我只需要动动手指，他们就能把你的祖上3代挖出来。祖上3代都能挖出来，说的就好像你们不在家族内一样。陆云凤，你可能不知道我们家小虎的能力，只要他想让我们和你撇清关系，只需要一句话。那他的能耐就是胡编乱造。陆云峰，你还看不起我？我现在就把你的视频发到网上。陆云峰，你要是不想身败名裂的话，就赶紧把钱拿出来，我让我们家小虎饶你一命。钱，我肯定是不会拿的。你想发，尽管发。陆云凤，你既然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别怪我们一家对你不客气。小虎，怎么样啊？
马上就好。成了，陆云峰，你就等着被网友。行啊，我等着。小虎啊，差不多就行了，也别搞得太僵啊，毕竟这是你大舅嘛。放心吧，爸，我知道分寸。爸，我这视频号涨了3万粉丝，网友全部一边倒的支持咱家，说我大舅不是人，自己外甥结婚一毛不拔。哎呀，我们家小虎太棒了！妈看你怎么写的。对，没错，就这样写，就这样骂。他这个陆云峰啊，写的越不是人越好。放心吧，妈，他马上就要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。陆云峰啊，让你不拿钱怎么样？现在后悔了吧？陆总，有人在网上造谣，说是六亲不认，甚至还侮辱您。你知道应该怎么处理了吗？明白。说实话，你还有点本事，但你就不能把本事用在正道上。对付你就是正道。就是，谁让你有钱不给小虎啊？原本我还想饶了你们，现在看来没这个必要。你还想饶了我们啊？陆云峰，我看你是疯了吧？认不清自己的处境。陆云峰，我实话告诉你，就算你今天给钱，这视频我都不会删掉。你不用删，就留着做证据。什么证据啊？你污蔑我的证据。陆云峰，你要干什么？让他接受该有的法律制裁。小虎他又没有犯法，为什么要受法律制裁？有没有犯法，不是你说了算，是法律说了算。小虎发这个还犯法？妈，犯什么法？人家比我发的过分的多了，也没见到犯法呀。就是嘛，他就是在危言耸听。大姐他们不懂情有可原，你一个大学生你也不懂，你已经侵犯了我的肖像权和名誉权。你一个保安还有什么肖像权？我有没有肖像权，你一会儿就知道。待会儿你可别哭着求着我原谅你。陆云峰，我哭着求着你原谅，你做梦呢！我好歹也是你大舅啊，你张嘴闭嘴全是我的大名，看来我是真没必要对你客气。你想干什么？你放心，在你进去之前，我是不会对你动手的。我谅你也不敢。时间差不多了，你们谁是田虎？你涉嫌侵犯他人名誉权、肖像权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说的很清楚，带走。不要！妈，救我！哎呀，怎么会这样啊？陆云峰，你到底干了什么？我干了什么？你不是已经看见了？你赶紧把小虎给我弄回来呀！他回不回得来，不是我说了算，是执法队说了算。你个保安，我弄死你！我撒手！放手啊！陆云峰，我是你大姐，你今天要是不放手，大姐，你想怎样？我连条死在都不走。行，你们呐，爱走不走。怎么？你们赶我们走了？你们走不走，那是你们自己的事儿，我没时间跟你们浪费，我一会儿就回公司。回公司？你以为今天你能回得了公司吗？腿长在我自己身上，我怎么回不了？陆一峰，我告诉你，你今天走到哪，我们跟到哪，除非你把钱给我们。大姐，你还没有搞清楚状况，现在就算是我把钱给你，你也用不上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很简单，小虎这次惹的麻烦可不是小事儿，他一时半会儿肯定出不来。你说这钱你怎么用？小虎他真的出不来了？不知道啊。陆云峰，今天小虎要出不来，我饶不了你。小虎的事是他自作自受，你饶不饶我，改变不了结果。那该怎么办呀？
云峰啊，你看咱们都是一家人，是吧？咱也别做的那么过分，别闹得太僵。只要你能原谅小虎的话，他肯定能回来的。我凭什么原谅他呀？他不是你外甥吗？他喊我名字的时候认我这个大舅了吗？现在被抓了，知道是我外甥了。我不管！今天你必须跟执法队说明情况，小虎今天必须给我弄回来。那我还就告诉你，这个谅解书我肯定是出不了。死保安！我陆云峰，你干什么呀？教训他而已。好，我今天就饶了你。人家把你姐夫也打了，谅解书可以出了吧？大姐呀，我发现你们一家子真不是一般的胡搅蛮缠。这个事儿错本身就在陈小虎，合着我这一巴掌你白打了。我打你是因为你要打我，仅此而已。我跟你拼了！我伯父啊！小虎呢？你怎么来了？这里出了点意外。我来当然是问我的彩礼钱啦。伯母，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？这既然你都来了，我也不瞒你了。我们家是有钱，可是我们都借给了小虎的大舅了。对，我们是借了这个家伙300万，现在我们让他还299万，他都不愿意。借给这个保安300万？没错呀，这我们要知道你要彩礼就是300万，打死我们也不可能借给这个陆云峰啊！现在他还不了钱了，他还是我们的亲戚，你说这事怎么办呢？大叔，你为伯父伯母借的钱，凭什么不还啊？他们说欠钱，我就欠。你还不承认？承认，凡事得讲一证据吧。你让他们把欠条拿出来，只要是我签的字，我就认。伯母，你把欠条拿出来，我给他要钱。这个欠条啊，当初是因为看在亲戚的份上，我们就没有打。现在他不认账了。伯父，你们真是糊涂呀！俗话说得好，亲兄弟明算账。他虽然是你们亲戚，这欠条也得打呀。对，你说的都对，是我们糊涂，是我们没有看清他的本质。你说现在怎么办呀？这没有打欠条，这300万，这不是打水漂了吗？小芳，要不小虎这边你该嫁就嫁，钱呢我们慢慢要。他都不承认了，还能要回来吗？保安，你把借伯父伯母的300万花哪儿去了？他们连欠条都拿不出来，你就相信我欠了他们300万？伯父伯母是农村人，为人踏实，不会骗我的。他们踏实？没错。他们要是踏实，陈小虎就不会被执法队带走。你说什么？陈小虎被执法队抓了？你没骗我？你要是不相信，你就问问他们，陈小虎是不是被执法队带走？伯母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小芳，你千万别听这个保安的，他明知道小虎要结婚，就是不想还钱，所以就编造了谎言，说小虎被抓走了。真的？小芳，你伯父还能骗你不成？我相信伯父伯母不会骗我的。保安，你不想还钱，怎么能诅咒小虎被抓呢？你身上没有手机呢？你不相信，你就打个电话问问陈小虎，他现在在哪？没错，我现在就给小虎打电话，让他回来一起要钱。我就不信小虎回来一看不还。哎，小芳，你别打，怎么不行？这个保安欠钱不还，我喊小虎过来一起要，肯定能要到。小虎刚刚已经来过了，被这个保安给骂走了。被他骂走了？没错，就是这个保安把小虎给骂走了。你也知道，这小虎可是上过大学的人，为人温文尔雅的，怎么可能跟这个保安一样不讲道理啊？对，所以就给骂走了。哎呀，这小虎可真是的，这明知道脸皮薄，还喊我一起过来。这估计啊，肯定是躲在哪里哭呢。是啊，小芳，说不定小虎现在在哪个角落哭呢。哎，小芳，要不今天咱这个钱先不要了？不行，
这个保安敢骂小虎，这事绝对不能就这么算。保安，现在你把这钱还回来，你骂小虎的事儿我就不跟你计较。你要是不还，你想怎样？你别以为我是个女孩，我就不敢动你。我告诉你，我爸可是海丰集团的老板，他的手下是龙哥。小芳，你爸是海丰集团的老板？没错，我爸是专门干放水的。他要是不还，我跟我爸说一下，这个保安绝对完蛋。小芳，你爸是海丰公司的老板，我怎么从来没有听小虎说过呀？我爸这个人啊比较低调，他跟我说不让我跟外面人说家里事儿。这事儿我连小虎都没说过呢。哎呀，你跟小虎可是青梅竹马，你怎么不把这么重要的事情告诉小虎呢？哎呀，伯母，这就是个小事儿，你怎么这么在意呢？他们为什么在意？我告诉你，因为海丰公司已经倒闭了，龙哥也已经被抓进去自首了。龙哥自首？保安，你胡说什么呢？这家人到底还有多少事瞒着你？小芳是吧？我实话告诉你，在你跟小虎来之前，你说的那个龙哥已经带人向他们催过债了。真的？你问他们，他们能跟你说实话呀？伯母，这个保安说的都是真的。小芳，我们怎么可能骗你呢？你别听这个保安胡说八道啊！是啊，你千万别听这个保安的片面之言，我们怎么可能欠龙哥的债呢？伯父伯母，我相信你们。保安，你听到了吗？伯父伯母根本就没有欠我爸的钱。不相信，你可以打个电话问问。你是说打给我爸？顺便问问你爸，海丰公司倒闭没有？这可怎么办呀？千万不能让他打电话。伯母，你干什么啊？哎呀，小芳啊，这都是这个保安胡言乱语，你千万不能相信他呀。这个保安到底有没有胡言乱语？我打个电话不就知道了吗？小芳，这个电话你还真的不能打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爸肯定很忙，你去打电话的话肯定会打扰他会说你不懂事的。伯父伯母，你们就放心吧，我爸没那么小心眼的。再说了，我就跟他打电话确定一下有没有事儿，不会耽搁他工作的。哎呀，怎么打不通啊？什么情况啊？哎，兴许你爸真在忙，没时间接呢。不可能，我爸平常最宠我了，他不管多忙，只要是我打电话，他一定会接的。这谁都有不看电话的时候。小芳，你就别放心上了。我来告诉你为什么他不接电话吧。兴许是海丰公司倒闭了，他接受不了，跳楼了。什么？保安，你在胡说什么呀？陆云峰，你别瞎说。海丰公司明明好好的，小芳的父亲怎么可能跳楼呢？海丰公司是不是好好的？你们心里不清楚吗？我刚给你们还了50万，忘了？住口！你什么时候帮我们还过50万了？哼，我们需要你这个保安帮我们还债。你们两个就是喂不熟的白眼狼。这钱是不是我给你们还的？你们心里清楚。你才是白眼狼！你小的时候衣不蔽体，要不是我，你早就饿死了。你还在这儿给我算账！呀，你们别吵了。保安，我问你，海丰公司真的倒闭了？我爸真的跳楼了吗？实话我已经告诉你，海丰公司确实倒闭。至于你爸是不是跳楼了，我不清楚。你爸要是死了，我怎么办啊？小芳，你别听这个保安瞎说，你爸肯定没事的啊。对呀，小芳，你爸那么有钱，海丰公司怎么可能倒闭呢？不行，我真要再打个电话问问。通了，爸，海丰公司是不是真的倒闭了？行，我知道了。我爸说了，海丰公司根本没事儿。确定？那当然，我爸亲口说的还能有假吗？
小芳，我就说你爸没事吧，你还非要听这个保安的，现在都验证了吧？是我多心了，这个保安竟然敢骗我，绝对不会让龙哥放过他的。哎，小芳，你这又要打给谁啊？当然是要打给龙哥了，这必须要付出代价。哎，别！这陆云峰好歹也是我们一家人的亲戚，他要是出事了，我们还得奔丧呢。对呀，确认他说的话是假的就行了，没必要弄死这个保安。伯父，伯母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只是要把你们的血汗钱给要回来而已。哎，小芳，这钱呢，我们可以慢慢的要，不着急的。对呀，小芳，现在这个保安也没钱，我们逼他也没用啊。逼他也没用啊！不行，今天这钱我必须要回来。哎，现在怎么回事啊？一个都不接电话。哎呀，小芳啊，这龙哥他们忙着收钱呢，哪有时间接电话呀？你就别打了啊。对呀，那龙哥一天得有几百个电话吧？啊，咱就别耽误他的时间了。你们两个真是夫唱妇随呀！怕小芳打通了电话是执法队接的。陆云峰，你胡说什么呀？执法队怎么可能会抓龙哥？执法队怎么会抓龙哥？你们难道不清楚吗？我们清楚什么？你们为什么不清楚？陆云峰，你给我闭嘴！今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难道被抓的真的是龙哥？哎呀，怎么可能啊，小芳，这龙哥可是海丰公司的人，执法队怎么可能会抓他呢？这个龙哥不知道害了多少人家破人亡，他去自首了。这会儿估计正在执法队接受审问。龙哥自首了？保安，你在胡说什么呀？我胡说，你不信就回家看看，看你爸有没有骗你。我爸说谎？我爸怎么可能说谎呀？你爸说没说谎，你心里清楚，难道非要我跟你说明白？我爸平常最疼我了，他就怕我担心家里边的事。难道我爸真的说谎？海丰公司真的倒闭了？哎呀，小芳，你别听他胡说，这个保安他是骗你的。我是不是骗你？回家看看我就知道了。不行，我得再打个电话问问。通了，爸，海丰公司是不是真的倒闭了？你别骗我啊！行，我知道了。保安，你又骗我！我爸说了，海丰公司根本没事儿。他竟然还在说谎！说什么谎？我看说谎的人是你。我跟你说谎干什么呢？干什么？当然是为了不还钱啊！300万而已，对我来说不过是打个电话的事。那你拿钱。我想你是会错意了，小姑娘。我说300万对我来说就是个打电话的事，不代表我欠他们300万。你还敢嘴硬？他们夫妻俩连欠条都拿不出来，就说我欠钱，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事？欠条的事已经说清楚了，你竟然还敢骗我！看来今天要不给你点教训，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。我看你年纪不大，不想理你，你别给脸不要脸啊！给脸不要脸的人是你！陆云峰，你赶紧松手啊你！我告诉你，陆云峰，今天你要是敢伤到小芳，我们俩跟你没完！今天所有的事儿都是因为你们两个不要脸，你们把咱们之前的所有情义情分消磨殆尽，你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。陆云峰，你想干什么？我能干的事儿很多，就看你想要什么样的结果。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后果？我们想要你还钱。你今天要是不还钱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这是怎么了？海丰集团倒闭，龙哥自首，上千人被抓，这怎么可能啊？这是什么啊？这新闻啊！新闻你都不知道吗？这肯定是假新闻嘛！新闻还能有假？小芳，你是不知道啊，这个保安仗着自己有2个钱，到处宣传假新闻，你可千万别被他骗了。这个保安还有钱散播假新闻？当然了，他都有钱帮我们还那150万，怎么会没有钱宣传假新闻啊？你说这个保安帮你还了150万的债，承认了吧？我承认什么？
承认我帮你们还了钱？我什么时候说你借给我们钱了？你别胡说！伯母，你刚刚就是说了。哎呀，小芳，我刚刚只是一时说了胡话，你千万别当真啊！是啊，小芳，我可是工地上的包工头啊，我怎么可能欠这个保安的钱呢？够了，我是单纯，但我不是傻子。你们刚刚说了什么，我记得清清楚楚。我问你们到底有没有欠这个保安的钱？小芳啊，请你相信我，我们真的没有向这个保安借钱啊！你还不肯说实话吗？我们说的就是实话呀，请你相信我们呐。伯父，我不在乎你们家有没有钱，我也不在乎你到底欠不欠钱。现在就是要你说一句实话。听见了吗？人家小姑娘让你们俩说实话，我们说的就是实话呀。行了，小芳，这件事情确实是我们不对，我们确实欠了这个保安的钱，可是这件事情也是有原因的。什么原因？因为这个保安占了我们家几十亩的地。我占了你家的地？是啊，我们家那几十亩的地不都是在你的名下吗？大爷，你为了往我身上泼脏水，可真是无所不用其极。行，就算是我占了你们家的地，跟你欠我的150万有什么关系？就是因为你占了我们家几十亩的地，所以这150万就是补偿款。150万是补偿款？没错啊，这150万就是补偿款。我占了你们家什么地呀？我要给你150万的补偿款。确实啊，伯母，这150万都够在城里买个房子了。这农村的地这么值钱吗？哎呀，小芳，你是有所不知啊，我们地里面种的可是中药材，这1亩地几万块呢，这几十亩地加起来150万也很正常啊。种药材？种什么药材？我们家地那种的可是中药材，而且还是治疗癌症的中药材。没错，中药材我确实有所耳闻。这1亩地值好几万呢，这确实说得通。既然这150万是占地的补偿款啊，那你就不用还了。不过这300万你今天必须得还。150万就不要了，我还得给你们300万。没错，今天这300万你必须得还。小芳说的没错，今天你要是不把钱拿出来，我们就不会放过你。你们还要不放过我？哼，我们工地可有大把的人，只要我一个电话，所有人都得到位。你刚才不是说你拖欠他们工程款吗？他们还能帮你？哼，我就说我的钱在你手里，你看他们听不听我的？行了，我不想跟你们闹了，你们到底走不走？说1000道1万，今天只要你把那300万转给小芳，我们立马走人。哼，要是拿不出钱来，我们就住这儿了。不要找我麻烦，这个保安竟然能拿假新闻骗我，证明他这个出租屋里面一定还有钱。你们搜搜看就知道了。我早就想搜了，老公，赶紧动手！动手！来，你别住手！你别给我住手！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找那300万！我这儿没有你要找的300万，赶紧走！走？往哪儿走？找不到钱，我们哪儿也不去。好，那你们就搜。你们真要是搜着，我再给你们300万。真的？真的，就当是奖励你们。搜！既然赶不走你们，那我就让你们死心。等你们死心了，我看你们还赖在这儿不走吗？这保安家里怎么全
成这样？什么都没有啊！陆云峰，你到底把钱藏哪儿去了？我早就说了，我这儿没有你们要的300万。不可能，你都有那150万帮我们还债，这屋子里怎么可能没有钱啊？对呀，你们记性怎么这么差？我那150万是从公司账户打回来的，跟这出租屋有什么关系？公司，赶紧让你的公司给小芳打300万。对，想要钱，自己打电话。我们打什么电话啊？当然是打给云鼎集团。我那150万不就是从云鼎集团的账户里转的？陆云峰，你这是故意刁难我们！我怎么刁难你了？我给龙哥的150万就是从云鼎集团打的，难道你不清楚？老公啊，之前100万好像就是从云鼎集团打到龙哥的账号上的。你小子身该有小福就该问我们了。你们俩在这嘀嘀咕咕嘀咕什么呢？我怎么好像听到龙哥了？龙哥哪有龙哥？没有龙哥。没有啊。啊，他们俩说那150万是从云鼎集团的账上打过去的。这回你知道他们欠谁的账了吧？这回你知道他们欠谁的账了吧？好，所以说，什么150万，什么中药材都是骗人的。他们就是看你单着，一直在欺骗你。小芳，你别听这个爸爸胡说八道，我们怎么可能会骗你呢？对呀，小芳，我们是你的公公婆婆，你是要嫁给我们儿子的，我们怎么会欺骗你呢？那小虎现在到底在哪？小芳，你怎么突然问小虎的事情啊？小虎当然是好好的在家待着了。哎，好，你们还不说实话是吧？小芳，我们跟你说的就是实话呀，你怎么就是不相信我们呢？好，既然你们不愿意说实话，那我现在就给小虎打电话，我就要问他到底在哪儿。别，这电话不能打，不能打！哎呀，这个电话不能打！既然小虎在家里，我为什么不能打呀？哎呀，干什么呀？干什么？这电话我说不能打就不能打，没有为什么。小芳，你别生气啊！这个手机我们会赔给你的，彩礼我们也给你加彩礼。你们还有钱吗？我们只要把这300万要回来，我们就可以给你加。你看我还信你们吗？这钱根本就不是你们的，你们肯定是故意讹诈陆云峰的。小芳，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？把人家当傻子，一直骗人家，现在人家回过味儿来了，你们接受不了了。陆云峰，都是因为你，要不是因为你，小芳怎么可能知道这么多？陆云峰，我们要让你在村里身败名裂。你忘了小虎的下场，你们也想负法律责任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本来我想都是一家人，不要闹得太难看。可你们现在的人，我也不打算手下留情了。你还要把我们送到执法队吗？不是我要把你们送到执法队，是你们自己要把自己送进执法队。把这两个骗子送进去，我再也不想看见他们了。小芳，你怎么能这样说呢？我们好歹也是你的公公婆婆呀。是啊，小芳，咱们是一家人的，你不能因为一个外人跟我们闹翻了吧？什么外人啊？至少陆云飞他从来没有骗过我。小芳，我们骗你，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啊！我求求你原谅我们吧。原谅？我凭什么原谅你们？小芳，你就看在小虎的面上，给我们一次机会的，我们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欺骗你了。对，我们保证。对，我们保证。保证？你们拿什么保证啊？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有的钱都给你。对。你们还有钱吗？我们可以卖田，卖祖宅。小芳啊，小虎现在已经进去了，我们就是要给他安排一个好媳妇儿，等他出来的时候，好给我们陈家传宗接代呀。小芳，哎呀，求求你，我求你原谅我们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。滚开！我是你生孩的工具吗？滚开！哎呀，小芳，小芳，陆云峰。
是你们自己把自己弄得家破人亡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不管，我今天就是要了你！来人，我给过你们很多次机会，是你们自己不珍惜，那就别怪我。带走。陆云芳，陆云芳，我可是你亲人。保安大叔，谢谢你啊！谢什么？谢谢你让我认清了那2个人。嗨，这有什么的？那个保安大叔，你看现在小虎也进监狱了，我也单身。哎，打住！什么？没什么，突然听你这么说话，有点不太适应。怎么不适应？对了，大叔，你有女朋友吗？有啊，怎么了？那个，你女朋友漂亮吗？我说小芳，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我是想说，你要是没女朋友的话，考虑考虑我呗。我现在也单身。别，可千万别！这要是让我媳妇知道了，还不得打死我？你有对象了？我都这岁数了，有女朋友不正常吗？那好吧，那以后就做朋友吧，以后多多关照。多多关照。